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围绕丁禹兮与邓恩熙主演的《花开锦绣》，不少观众开始关注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部作品获得了 S+ 级别的评价与关注。对于一部影视剧来说，这样的肯定无疑是一份亮眼的成绩，也让演员、制作团队以及一直关注作品的观众感到十分欣慰。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 S+在不同平台、项目或传播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更适合把它理解为一种较高层面的认可，而不是简单等同于某个统一的官方奖项。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等级标签本身，而是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这么多关注。一部剧能够获得积极评价，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演员的表演、导演的调度、编剧的故事结构、美术服化道、摄影剪辑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长期投入，最终都会汇聚到观众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里。也正因为如此，这份认可更应该属于整个剧组。丁禹兮近年来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表演节奏。对于花开锦绣而言，他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制造所谓 CP 感，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物状态、情绪变化和细节处理，让角色真正站得住。很多观众看一部作品，第一眼可能会被演员的外形、互动或者剧情氛围吸引，但真正能够让人继续追下去的，往往还是人物本身。如果一个角色只有表面的帅气，或者几句甜蜜台词，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短暂的新鲜感。而当演员能够把人物的情绪、选择以及成长自然地表现出来时，角色才会逐渐拥有生命力。丁禹兮在作品中的表现，也让观众再次看到他对于人物层次的探索。无论是轻松自然的互动，还是情绪较为复杂的场景，真正值得肯定的都是演员有没有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谈到这部作品，邓恩熙也是无法忽略的一部分。与单纯依赖外貌或者话题不同，邓恩熙在角色塑造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所呈现出来的自然感。年轻演员面对古装、情感以及复杂剧情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用力过猛。但如果能够把人物的情绪藏进眼神、语气和动作之中，反而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这也是为什么观众在讨论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合作时，会不断提到两人的默契。当然，默契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更不能据此推断演员之间存在其他未经证实的私人关系。对于观众来说，更理性的理解应该是两位演员在镜头前能够形成比较自然的表演呼应，让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流畅。这种屏幕上的化学反应本身就是演员专业能力的一部分。观众喜欢角色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把这种喜欢留在作品之中，而不必把剧情与现实混为一谈。如果把视线放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一部作品真正能够获得长久生命力，需要的不只是开播阶段的热度。热搜可以带来第一波关注，精彩片段可以制造讨论，但真正决定作品能不能留下来的，依然是故事本身。花开锦绣受到关注，或许正说明观众依然愿意为有情绪、有角色、有故事的作品停留下来。而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合作则成为观众进入这段故事的一扇窗口。对于丁禹兮和邓恩熙来说，这次合作获得积极反馈，当然是一个值得开心的节点。但如果只把目光停留在热度和评价上，反而容易错过这次合作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对演员而言，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播出期间有多少讨论，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让观众记住角色，也能不能让业内看到演员身上更多没有被完全展现出来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两位演员再次合作时，观众天然会产生期待，他们这一次还能不能带来不同于过去的感觉。
人物关系能不能更加立体？表演上有没有新的突破？这些问题其实比单纯讨论好不好磕更加值得关注。演员最有力量的证明，从来不是一句夸奖，也不是某一次短暂的热搜，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留下来的角色。一个演员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慢慢积累。今天观众因为某个角色认识他，明天又因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重新认识他，这种不断刷新观众印象的能力，才是职业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对于丁禹兮而言，这次合作可以看作一次继续拓展表演空间的机会。观众已经熟悉他某些角色中的魅力，但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他能否在轻松、温柔或者具有情感张力的人物之外，继续尝试更加复杂、更具反差的角色。只有不断改变，演员才能避免被固定在某一种成功模式里。而邓恩熙同样如此。年轻演员最宝贵的，并不是急于证明自己有多成熟，而是在不同人物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他能够继续挑战年龄、性格和经历完全不同的角色，让观众看到更多层次，那么一次作品带来的关注就有可能逐渐变成长期的认可。两位演员之间自然的镜头互动，也是这次合作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很清晰的界限，作品里的角色关系属于剧情，演员在镜头前产生的默契属于表演，而现实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则需要以本人或可靠信息为依据。观众可以欣赏角色之间的情感张力，可以讨论表演是否自然，也可以享受剧情带来的心动感，但没有必要把戏里的故事延伸成未经证实的现实猜测。这其实也是成熟追剧的一种方式。我们既可以热烈地喜欢一部剧，也可以理性地看待剧外信息，既可以为演员的表现鼓掌，也可以把评价最终落到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一部剧能够得到积极反馈，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到达终点。真正的考验是热度过去之后，观众是否还愿意回想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如果某个角色能够让观众在很久之后依然记得他的选择、他的情绪和他的成长，那么这才是作品留下的真正价值。所以，与其急着给这次合作下一个最终结论，不如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希望丁禹兮和邓恩熙未来都能继续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寻找新的突破。也希望整个创作团队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故事质量和人物塑造上，而不是单纯追逐短暂话题。如果你正在关注花开锦绣，不妨告诉我们，你认为丁禹兮和邓恩熙这次合作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是人物之间自然的情绪流动，是演员的细节表演，还是剧情本身带来的代入感？欢迎把你的真实看法写在评论区。毕竟，一部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往往不是所有人都给出同一个答案，而是每个人都能从角色和故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感谢大家看到这里，也感谢每一位支持花开锦绣、关注丁禹兮和邓恩熙作品的朋友。喜欢本期内容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喜欢影视剧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